周秀丽已经进去了，我看这张法网迟早会罩在王长公的头上。老陈，王长公敢在这个时候打这种电话，只怕有底牌。哎呀，除了方清明胡说八道，还会有啥呀？李大为2次受贿是怎么回事？谁替苏阿福办的事啊？这样看来啊，那就是王长公。王长公？王长公肯定是感觉到点什么了，所以就来拉拢我这个老的市委书记，和他连成一个统一战线，来共同对付林永强和唐朝阳。哼，我早就预感到他肯定有什么事儿，肯定是。喂，哦，大伟呀，在，是李大伟的电话，他说他要见你，已经到咱们家院门口了。让他进来。大伟，你等着我去开门啊。好，哎。李大伟的情况是这样的：1999年的3月，李大伟当副市长，我送了1万美金给他，是他率团出国前那个晚上，我到他家里给他的。还有市委的正副书记，我也给了他美金5000，全是在黑市上换的。那郑书记当时不是市委的副书记。苏阿福，你不要着急，一个一个的说，先说说李大伟。你们就问吧，有什么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们。那你为什么要送1万美金给李大伟呢？是找他办事吗？那是批地盖富豪花园，李大伟还真不错，他把那块地批给我了。你是怎么认识李大伟的？通过周秀丽。李大伟是陈汉杰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又是周秀丽的同学，先给了李大伟6万，是周秀丽帮着要的，说他家里生活困难。我跟你说过多少次啊，不准给苏阿福办事。你呢？你不但给他办事，你还给他办的是那么坏的坏事，啊，是一块去贪赃枉法，一块搞房地产的投机倒把。大伟呀，大伟呀，你是我的老部下了，别人不知道可以，你应该知道我对这个苏阿福是个什么看法。老书记，我知道，我都知道。可是苏阿福，他毕竟是致富典型。再说，富豪花园是旧房改造，批给谁都是批，所以我就……你混账啊你！啊，你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拿这种话当挡箭牌啊？什么致富典型啊？你这是欲盖弥彰，是不是？啊，你以为我就相信你这套鬼话吗？现在好了，啊，小木出来了，你李大伟又要进去了。你是我这个市委书记提拔起来的干部啊，竟然在这受贿，在这搞腐败活动，你怎么这么不争气啊？我怎么办啊？我还说得清吗？老书记，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组织的培养教育，我真是一时糊涂啊！老书记，你救救我吧！哎呀，子静啊，我可等到你了。怎么了？啊？大川还在咱家坐着呢，我的方舟要沉了。你有什么话不能回家再说？哎呀，等不及了！来，快点走，快点！你回去再说不行吗？来，你听我说啊，这件事，老书记，您别担心，我去说，我去跟检察院说。我今天来的时候，我就想好了，明天一早，我就到检察院去自首。老书记，
你能不能给叶子金打个电话？打电话？啊，打什么电话？要不要我打电话给叶子京，让他全院列队欢迎你？你做梦吧你！你给我自己去，不准带车，现在就去。你等等，你给我捎个话，就说我陈汉杰要对你依法办事。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账号无论任何人都没有权利解封，包括我也得依法办事。方舟公司的事儿，你说什么也得给我想办法。我这个破产书记就是要为他们想办法解决问题，你还玩真的呀？我抓错了吗？连唐书记都充分的肯定，不是出了这场火灾，方舟公司就是生产自救的好典型。我告诉你，生产自救不是违章肇事的借口和理由，你知道吗？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了？怎么了？搞到今天已经很清楚了。事实证明，在5·13大火中，从上到下，几乎每个关系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法律责任、领导责任，或者是道义上的责任。那不就是失职了吗？哎，你们干嘛呢？这离开庭还有几天呢？你们还有这份闲心呢？张姐，这不已经开庭了吗？叶检正在起诉他们家的破产书记呢。好了好了，把这文件发下去。我看你也是个冷血动物。你怎么说我是冷血动物啊？你激动什么呀？你激动？我当然激动。唉，老黄，我还真有件事情和你商量，你知道吗？扎铁柱有可能要判5年以上，他的家，你这个破产书记管不管？管不管？我想，要是你不反对的话，我们节约一点，从我们每个月的工资中拿出300元来，给扎铁柱的孩子，直到他们立业为止。怎么样？好，好，我不反对，咱们就这么办吧。田书记、叶检、将军，既然大家都没有意见，该立案的立案，该拘捕的拘捕，一个也不要放过，马上行动吧。腐败不是法律概念，是政治术语。即，腐败是为了私人利益而滥用公共权力。腐败包括了3个要素：一，腐败的主体是享有和使用公共权力的人；二，这些人滥用公共权力；三，他们是为了谋取个人私利。5·13大火案在这3点上表现十分突出。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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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检，说得好，请继续。
从苏阿福提供的这份人名单上看，这些享有和使用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已经把为公共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权利异化和滥用，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过程和结果。于是，苏阿福才有可能把他的大富豪娱乐城搞到今天，才会发生513特大火灾。最突出的就是周秀丽。如果他没有向苏阿福勒索着90万汇款，如果他没有滥用手上的这种公共权力，特批了那些违章的门面房，火灾的后果就不会这么严重。打住，叶检。那我想问一下，对李大伟你怎么解释？李大伟受贿时是管文教的副市长，无权批地啊。那苏阿福为什么给他送6万呢？很简单，这就是权力递延的现象。李大伟手上没有批地的权利，可陈汉杰手上有这个权利，而且这个权利很大，这不是很清楚吗？可是陈汉杰并没有为苏阿福办过任何事。是啊，但事实证明，当时的副市长李大伟替苏阿福办事了。我不认为苏阿福去找李大伟批地就是找错了人，这里面就有权力递延的因素。也就是说，陈汉杰手上的权力经过他的老部下李大伟完成了和苏阿福的利益交换。这种利益交换过程陈汉杰是不知道，但是不等于说不存在或者不成立。叶检，肯定是找你打探消息的，还是你接吧？不，也许是你那些破产工人找你反映困难。喂，叶子清同志，给你一点忠告，不要把事情做得那么绝，给别人留一条生路，也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有人给你算过命了，你和你的家庭都将面临着一场血光之灾，请好自为之吧，别辜负了我们这番好心提醒。啊，找你的。找我？谁呀？一个录音威胁电话，他让你给他留条生路，免得闹出血光之灾。我看呐，准是黑名单上的哪个主干的。未必，也可能是哪个涉嫌渎职单位的家伙干的。黑名单之前我接过2次，一次是在办公室，一次在路上。子清，案子办到这一步，你要多加小心呢，免得疯狗咬人呢。啊！苏阿福他又是枪又是炸药的，我倒没怕过。难道我会怕这种威胁电话？郭秀，腐败问题确实很严重，但这绝不是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22年了，成就很大，可以说是完成了一场伟大的民族复兴。但是问题也不少，这必须正视。是的，问题是不少，这也是回避不了的。从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产业结构全面调整，这么多工人下岗失业，矛盾是非常突出的。许多腐败现象就很容易在这一特定的时期内滋生。应该说，这是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可是，苏阿福黑名单上的那些人，多则几十万，少则几万，还大肆的受贿，陷我们党和国家于不义，简直就是没心没肺啊！黄书记，难得你还有这份激情。不是激情，是良知，做人的良知。叶姐，对这些腐败分子，一个都不能饶恕，真的，一个都不能饶啊！
也包括周秀丽吗？没想到他也会变。你说，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这是何必呢？你现在能体会我当时的心情了吧？哎呀，我倒要看看这个威胁电话是不是能把我吓着。喂，哟，叶检吧？啊，黄书记在吗？啊，在，找你的好像是大川。喂，黄书记，大川。哎，对，是我呀。哎，不是已经给你们借了10万吗？哎，黄书记，不是我们方舟集团的事儿，那10万块钱啊，我们已经收到了。我跟您说的呀，是矿上的事儿。这矿上可能要出事儿了，上千口的失业工人准备去省城群访。这个周培成正在那儿煽乎呢。哎，您说这周培成他被关了一阵子，他这胆儿还见长了，还说什么闲着也是闲着，要去做个上访专业户。消息可靠吗？啊，上千人上省城，哪儿来的车呀？绝对可靠，我刚从矿上回来啊，他们说了，这次啊不坐汽车了，改坐火车了，就是咱们常山到省城那班普快，1125次，据说呀已经凑钱买了800多张票了。啊，大川，这次具体情况你知道吗？为了啥？好像是为了低保的事儿吧。这南二矿不是去年先试行破产了吗？不是一直没有列入破产范围之内吗？现在有很多家里啊都已经揭不开锅了，群众意见很大。哎，上次几个矿卧轨，南二矿就去了不少人。黄书记，这关于社保的问题啊，不光是南二矿自个儿的问题，也涉及到今年破产的几个矿。哎，咱政府是否也该解决一下呢？哎，咱国家不是有这规定吗？哎，子敬，你看这麻烦说来就来了。明天常山至省城的1125次列车要变成群访专列了。1125次列车真要变成群访专列，那唐书记和市委的同志们又要挨批了。见鬼，唐书记偏偏这时候关机了。那你就给林市长打电话呀。喂，啊，林市长吗？我是黄国秀啊，我向你反映一个紧急情况。南二矿一些家庭断了粮，他们买好了去省城的1125次列车，要去省城群访。市委是否向铁路局方面反映一下，停发明天的1125次列车呀？老黄啊，你们南二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星期天也不让我安生吗？你还有完没完呢？你竟然搞起上访专列来！你别找我，先找武成义和江正流，就说是我说的，先把那个周培成给我抓起来。喂，林市长，这恐怕不妥吧？咱凭什么抓人呢？周培成和南二矿有向上级反映困难的权利吗？他们又没犯法。再说了，困难职工家庭，中央国务院有指示，啊，应该给他们解决嘛。老黄，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啊！解决？我怎么解决啊？省里边不给钱，你让我们常山市怎么办呢？怎么应保尽保啊？我再重申一遍，南二矿集团是省属企业，从来没有向我们地方财政交过1分钱，是吧？这个包袱我们背不起，也不能背。林市长，可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总得处理吧，不能让工人同志们挨饿吧？当然要处理，你去处理。告诉你啊，如果明天省委省政府的门前出现了上访队伍，省委的领导肯定会找我跟唐书记算账。啊，我把话撂在这儿，明天如果上访群众真去了火车站，我就找你黄国秀算账。你黄国秀如果不想去抓人也行，你马上下去给我跟工人们做工作。你是磕头也好，作揖也好，那是你的事儿，你不要这么上推下卸啊，在县城里当官做老爷啊。林市长，这个官我不当了，老爷也不做了，行不行啊？我先求求你，向省里建议，把我这个党委副书记给免了。哎，别着急呀，慢慢说，发什么脾气啊？老黄，你当真要将我和唐书记的军吗？啊，请你原谅了。最近呢，常山干部队伍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我的情绪也不是很好，说了些过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好不好？林市长，我可以不往心里去，可我们心里得有老百姓啊！
破产煤矿的群体问题必须解决，再拖下去，就会拖出问题来的。这个我知道，老黄，你不要再说了啊！这件事情呢，我跟唐书记也是非常的费心的，你知道吗？所以老黄，你们南山矿物集团要进一步加大到省城的汇报力度，我们市里呢也会尽快的安排一些资金的，好不好？就先谈到这里吧。我现在马上要到省城和中央的调查组汇报一些情况，你现在马上到南二矿去，给工人们做做工作，求求他们不要再这么闹下去。如果上访群众真的到了火车站，咱们的日子可就难过了啊！就这样吧，你赶紧去啊。国秀啊，南二矿的工人不但有权向省委省政府反映困难的权利，也有花钱买车票的权利呀，也有凭车票坐车的权利呀。他林永强要动用公安局去抓人，这是不合法的。你明天让1125次列车停开，这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呀。所以啊，要真正做到依法办事，太不容易了。别愣着了，走吧，咱们给扎铁柱的孩子送钱去。怎么？你也去？那就不怕检察院的同志找你？案子办到这一步，也用不着我多操心了，就让吴仲秋和高文辉他们各尽其职吧。我这次跟你一块儿去呢，还有一个想法，这也是变相的访贫问苦嘛。子静，你去一下也好。能使你对这个案子的社会背景进一步加深了解，将来你出庭公诉，心里面会更有底数啊。真是对不起啊，各位领导，又被一些烂事给缠住了，不好意思啊。好，林市长到了，我们开会吧。裴军同志和省委的指示很明确，有腐败就要反。有渎职就要查，不管他是什么级别，有什么了不起的位置。目前来看，总的情况还不错。你们的措施果断及时。田书记，坦率地说，我是担心这次只抓了些小猴子，或者说野猴子，而放过了花果山上的大猴子。也不能这么说吧，李大伟不是也被抓起来了吗？李大伟算什么？最多呢，算是个野猴子吧。再说，我已经不在花果山上了。老书记，这花果山可是群山啊！大家注意啊，保持会场的严肃性。小猴子、野猴子要处理，花果山的大猴子也要处理。不管他是谁，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严肃处理。不过，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就事论事。绝不能把这场严肃的反腐败斗争搞成一场无原则的人事纠纷。好，下面我代表省委调查组讲几点意见。永强，以后说话注意点，现在咱们麻烦已经够多了。你看老陈说那话，就差没点长工同志的名了。你不是已经点了老陈的名了？怎么李大伟出了问题，老陈就不该负点领导责任吗？李大伟出了问题，我作为市人大的主任，应该深刻的反省。关于李大伟越权批地的情况，我已经配合有关机关调查清楚了。唐书记，跟您说个事儿，南二矿的工人又闹事儿，几百名工人准备到省城去上访。你说什么？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现在才说呀？你还有心思跟老陈在那斗嘴？啊，你就不要说了，你们赶快走，稳定压倒一切。啊，咱们休会。朝阳，出什么事了？南二矿的工人又闹起来了。啊？那快走！老陈，你留一下，我找你还有话说。老班长，我先去了。好。朝阳，这次可不能再火了，低保问题一定要解决啊！好吧。你办得灵活一点。你看看陈，好人似的，
低保问题非要解决不可啊！要我去偷去抢？这种时候你就别再发牢骚了。你让我怎么办？先想办法解决问题。怎么解决？我还没想好敲谁的竹杠呢。孙秘书，你找王秘书长，想办法筹集点钱，大约10万左右吧。筹好以后，跟王秘书长一块到南二矿来。唐书记，工作有些困难，今天是礼拜天，银行都不上班。想办法嘛。自动取款机、储蓄所，总而言之，想办法搞到。是。孙总，你给我听着啊，马上给我调1000袋面粉，送到南二矿去。对，马上送。面粉的钱寄到市政府账上。林市长，你们市政府可欠我们120万了。怎么，怕市政府来你们账啊？啊，少啰嗦，这是政治任务。好吧，我这就去办。林市长，根据长沙市的情况，我想把社会保障救援领导小组先成立起来，组长由我来兼任，具体工作让国秀同志来办。不光是咱们矿区的实业矿工，全市的260家国营企业，8万多户困难群体一起管起来。我赞成黄国秀做这个副组长，让他看看长山的家底就知道了。上一届的班子给我们落下了多少亏空，只怕我们这一任都还不清啊。唐书记，我也想为弱势群体多办些好事，可钱在哪儿啊？上届班子是给我们拉下了不少亏空，但他们的亏空是谁落下的呢？要是这么推卸责任的话，我看这责任要推到国民党头上了。国民党逃跑的时候给共产党拉下多少亏空，不是都挺过来了，还创造了奇迹。什么都别说了，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多承担责任吧。是啊，天下事难不倒共产党人嘛。老陈，刚才你在会上说的话是什么意思？我在会上说的话多了，不知道书记你指的是哪一句？还能是哪些呀？小猴子、野猴子，有说吧，花果山的大猴子。老钱，你真的想听点真心话？哼，岂有此理！我不听真话，还要听假话。说，但说无妨。好，那我就跟你谈一谈我对周秀丽和王长工的看法。好。据我所知，南部煤矿破产以后，黄国秀同志一直凭着自己的人格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下去其实很危险。如果实业矿工的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再伟大的人格力量也会贬值。到那时候，我们再出来做工作，可就晚了。是啊，大致就这些了。好，仅供领导参考。好，老陈，我知道了。对你反映的情况，我们会重视。哎，今天是礼拜天，走，到我家去吃饭。哎，算了，今天还有不少的事，我还约了几个同事谈话呢。怎么，怕我服食拉拢你这个纪委干部？哎呀，别这么说嘛，你呀，把酒留着，等我忙完了这阵子，我再去喝。好。国秀啊，说句心里话，工人同志们还是很通情达理的。是啊，工人们通情达理，可是我们尽职尽心了吗？这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啊！唐书记，今天你能急着赶来，和工人同志们交心谈心，不但让工人同志感动，也让我感动啊！哎呀，可市里能天天这么发粮发钱吗？别的矿再闹起来怎么办？所以啊，我也在想，市里准备成立一个社会保障救援小组。今天跟你商量一下，也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想不想出来
协助市里做点工作呀。我来帮着市里做工作？唐书记，您什么意思啊？我和市委已经观察你很长时间了，你这个同志跟老百姓有着割舍不断的情感联系，难得呀。我们现在有些干部眼里边只盯着上面领导的脸色，就是不管老百姓的疾苦，这样下去很危险。唐书记，您说的太好了。老百姓是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衣食父母，是我们党赖以扎根的大地。大地动摇了，我们党和国家就危险了。这么说，你同意出来帮我堵枪眼了？这不是帮谁堵枪眼，是为这个弱势群体承担责任嘛。那好，领导小组要尽快成立。市里边再紧张，也要拿出一部分钱来做启动资金。但是，矿物集团那部分大头，还是要由省里来出。领导小组成立以后，常往省里跑跑，找常工省长，找裴军书记，就像你答应矿工同志们的那样，跟他们谈。啊？唐书记，常工省长已经骂我是讨债鬼了。低保问题，中央有指示，必须落实。你这个讨债鬼，还得当下去，啊！为老百姓讨债，功德无量。好，那我试着干。再见。好的，对，矿上没事就好啊。成立保障救援领导小组，这个主意不错。看来黄国秀你是用对了。哎，对了，告诉你，王长工的事情，我已经如实的向钱书记和省里的调查组做了汇报。哎，是钱书记主动找我的。说吧，说吧。子敬，这事儿好像不对头啊。哎，这证明唐书记是信任你的呀。不对吧，子敬？也许我这个倒霉蛋又上当了。唐书记跟我说的很明白，这几万工人的低保费还得我向省里去要，明摆着要把我当枪使嘛。哦，对了，唐书记自己都露馅儿，明说了，就是让我堵枪眼儿。你是不是因为过去的事情把你给坑怕了，这么疑神疑鬼的？当然被坑怕了，教训不少啊。哎，当初集团在和省里谈破产方案的时候，矿物集团没有一个人来跟我征求意见。方案一宣布，嘿，全成我的事儿了。老程他们没一个愿和工人照面的，就把我一个人放在火上烤，差点烤糊了。我告诉你啊，我觉得唐书记这次是真的下了决心了，决心解决问题。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干，就算给唐书记当枪，也得当回好枪，别瞎了火啊。反正我这个讨债鬼已经上当了，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随他去吧。真要做这个社会保障领导小组的组长倒也好，我就不仅仅是矿物集团的破产书记了，也可以打市里和唐书记的旗号，说话更有分量。哎，子敬，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咱们是不是可以共进晚餐了？美的你！我现在正在办公室跟小高他们研究工作呢，就这样吧，祝你成功啊！你可真行啊！一个落后青年，一下子进步成为常山社会保障救援领导小组的副组长了啊！你们唐大书记很聪明啊，推出了你这把好枪，新式武器啊！所以啊，王省长，我呢副组长一到任呢，就急着来找您老领导汇报工作。哎，王省长，咱们说清楚了，我现在可是代表常山市政府和唐朝阳书记来的。你少给我来这套，国秀，你常山市委怎么了？唐朝阳怎么了？啊，我明确告诉你，省里今年根本不可能拿出这笔低保资金。怎么办？那好，王省长，那么我直接找省委赵书记直接汇报。可以啊，哎，你可以找赵书记，也许他有办法的。王省长，常山南部煤矿是什么情况，你应该清楚啊。那他省里要真有钱，能不给你吗？啊？哎，
那好吧，那我就要省委办公厅给我联系赵书记了。好，哎，这有电话，打。姜还是老的辣，我被黄国秀这个讨债鬼逼得恨不得去撞墙啊！你唐书记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他变成咱们手中的枪了，这回啊够王省长受的。哼，长工同志可是个太极高手，别想那么好，一个推手还不知道把黄国秀推到哪儿去呢。他不会再推回我们这儿来吧？啊？是的，是的。啊，裴军书记，据我所知，常山南部煤矿的失业工人家庭非常困难。黄国秀同志反映的情况属实，那么劳动保障厅也知道。对，是。好，那我们就定下午，我等您电话。好。怎么，王省长？省委赵书记今天下午就听我的汇报。你这讨债鬼的面子大呀，既代表市委、市政府的，省委一把手这么重视，我看希望很大呀。国修啊，我劝你啊，冷静一点，也别抱太大的希望。王省长，我的意思不说了，咱们现在去吃饭，我请客吃火锅，这可是咱俩都爱吃的啊。老领导，你又拿我落后青年开涮，是不是？走。来，国修，我自己来。是。这肉啊，是冻过的，就是不如狗肉香。那也得看是什么狗啊！现打的狗当然香了。哎，你是不是什么时候再打一条，给我也做一顶狗皮帽子？啊，别逗了。打那以后啊，我很少吃狗肉，患上狗肉恐惧症了。我听说当时你是不是送给秀丽和紫荆每人一顶狗皮帽子？别提这事儿了，一提这事儿我就伤心。这俩宝贝儿，头上戴的我的狗皮帽子，肚子里装的我的蒜香狗肉，居然还对你说，他们是受蒙蔽的革命群众。首长啊，你说我冤不冤啊？我看不冤。你想想，一顶狗皮帽子就套住了一个女检察长，你冤什么？哎，不光我啊，那顶帽子也帮了你的忙啊！啊！干！那段日子是令人难忘啊。在省委调查组大力协助下，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叶检在昨天公检法司司长会议上做了专题汇报。苏阿福举报的28名受贿者的受贿事实，检察院已经基本掌握了。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包括周秀丽在内的12名受贿者，对在513大案中受贿渎职的事实供认不讳。周秀丽现在认罪态度怎么样？不是说一直在顽抗吗？有所转变。据叶检说，苏阿福被捕以后，他就开始交代了。他这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但是由于苏阿福举报的面比较广，涉及的人也很多，许多受贿事实发生在多年以前，甚至10几年以前，与513大火案没关系。我们政法委和检察院、法院慎重地研究了一下，准备将这批案件另案处理。另案处理的也包括市人大副主任李大伟吗？是的，还有退休市委副书记郑义生受贿案。关于513大火案的起诉工作，我们政法委是这样考虑的：检察院、法院组织精干力量，在思想上要高度重视。顺便说一下，省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关注着本案的起诉工作。省检察院昨天和我专门通了电话。